大家好，歡迎來到勇哥侃侃侃。今天我們說一下 Google VPN 的使用技巧。那主要有2大點。那第一大點就是大家連接 Google VPN 時一直連不上，這時候我們該怎麼辦？第二點就是 Google VPN 連接成功之後我們如何讓它在局域網內讓各種設備都能舒舒服服連接上？那這裡的話，我會分享一個腳本給大家使用。好，我們廢話不多說，直接開始做。類似各種報錯你都可以嘗試這4種方案。那首先第一種，更換你的前置代理。那根據我的測試有些代理它的延遲非常高，是會報錯的盡量不要使用延遲非常高的代理。还有不要使用 IP 濫用的代理，因為有些情況下你的 IP 是被 Google 給拉黑的。雖然你這個 IP 落地是在 Google VPN 支持的國家之內， Google VPN 都會提示當前的國家不支持 Google VPN， 這種情況你必須換一個 IP 代理。那第二點的話就是更換你的本地網絡，你可以用你的手機移动網絡或者是家裡寬带 WiFi 進行一個相互切換，反正中國移动、中國聯通、中國電信你能連得上就行連不上你也可以切換着連。那第3點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你的代理客戶端。那之前的教程我也說過很多種客戶端，最貼近小白的客戶端就是我等会儿要演示的就是这2個客戶端。那有些情況下你這個客戶端連不上，你就換一個客戶端。那接下來最後一點就是最重要的，可以說是必殺的一個設置就是暫停 Google VPN 的應用或者清理緩存操作。等會兒我會在實踐演示中給大家展示一下。就說了這4大點那如果你有其他方法的話，歡迎你在我視頻下方留言。好，那現在我們正式開始演示。我使用的前置客戶端是 V2LANG NEQbox。那這裡我首先用 V2LANG， 我使用的網絡是手機移動網絡是中國聯通的。首先我打開 V2LANG， 這個是我 VPS 的幾個節點。那我這裡隨便挑一個 XHTTP 這個協議。設置的話，其實也沒什麼重要設置點擊開啟前置代理，然後我們點開設置，在搜索這裡輸入 VPN， 然後點擊這裡應用有一個 Google VPN， 點擊這裡就有2個選項，一個是強行停止，一個是清理緩存這裡都有了方便你等會兒操作然後下一步我們點擊右上角有一個框框，這個就直接進入 Google VPN 控制台我們點擊。那這2個頁面我們倒是可以相互切換，可以相互切来切去非常的方便好，我們切到這裡，代理已經打開，我們现在點擊開啟 VPN， 你會發現代理已經被擠掉了，我們再開啟，代理又被擠掉了，我們繼續開啟。我們可以看一下最上面這把小鎖我們要達到一個效果，就是這裡的代理斷掉，然後這個小鎖存在，那說明成功了。OK 這是它會提示暫時無法使用。我相信這個的話很多小伙伴都碰到過。那我們這裡回去它會提示不可用，那我們也無所謂不要慌除非你這個代理你要進行一個切換或更換，如果节点正常的话，切换到這個应用信息界面，我们可以清理緩存，然後再強行停止再切回去，它又會重新連。OK， 我們繼續跟上，開啟，再看一下。OK， 成功了，就这樣。我們先把它關掉試一下 NEQbox。我這裡只留了一個 CFVLAS 節點，這個白嫖免費節點。同樣的，我們先開起來。開起來之後，我們這裡打開，斷掉了，繼續。至於為什麼一次性沒有連接上，那可能是你代理或者延遲比較高，或者客戶端的某些設置不行那這裡的話，我提醒一下大家，就是 NEQbox 的話，它這裡有一個設置，剛才我忘了說了設置這裡有一個啟用 Fake DNS， 你關閉的話，可能某些網站可能打不開，開啟 Fake DNS 作用就非常好。連接 Google VPN 的話，可以嘗試把它關閉。關閉之後，我們再試一下好，點擊開啟。
OK， 好，連接上了。那這裡大家要注意啊，像 AnyQBox 啊，把這個使用 Fake DNS 給關掉啊。平時如果你使用 AnyQBox 代理的時候，你可以把它開起来。它這個連接的國家啊，我使用的域名就是 Visa 的啊 ，Visa 的幾乎都是美國啊。看一下國家啊 ，OK 啊，美国。那這個就是快速連接 Google VPN 的方法，適合小白朋友們啊。2個客戶端我覺得是最適合小白的啊。第一部分連接 Google VPN 的技巧啊，就簡單的說到這兒。然后我們說第2點啊，穿透你的局域網，讓局域網內所有的設備都能享受 Google VPN。之前勇哥的教程說過 Everly Proxy， 它其實也有穿透功能，但是啊，它的 VPN 分享有性能上的損失。這裡的話，推薦大家使用一個腳本啊，使用 Ghost 來進行一個網絡穿透，讓局域網都能享受 Google VPN。它是局域網共享代理啊 ，SOCKS 5加 HTTP 的双代理一键脚本。Google VPN 用戶推薦使用啊，它的前提是 Google 手機要先安装 TER-MUX 啊。那这裡的話，大家必須在這裡啊 TER-MUX 官方的 GitHub 頁面進行一個下載。如果你是 Google Play 商店上下載這個應用，安裝會報錯啊。那推薦大家使用這裡的測試版或者是正式版。那我這裡推薦大家還是用正式版。那這裡大家可以點擊下載第一個 ARM64V8A 啊，點擊下載安裝就可以了。那安装好之後，點開，然後我們要安裝這個局域網共享代理這個腳本。那這個腳本大家可以複製啊，然後再粘貼。大家可以看到，我這裡腳本已經把這個依賴升級給加上去了啊，回車。然後接下來你要慢慢的等待啊。好，這裡我忘了開 WiFi 了，我把 WiFi 開起來。等會要進行局域網演示啊。那 WiFi 開起來的話，你可以看到 Google VPN 它是自動切換的啊，原來是移動網絡，自動切換成 WLAN， 就是 WiFi 網絡啊。OK 啊，跳出這個提示啊，你可以選擇直接回車跳過啊。OK 啊，那接下來它就跳到了這個腳本安裝界面，我們可以直接選擇1，回車。好，接下來輸入 SOCKS 5的端口啊，那這裡的話，你可以指定啊，也可以隨機寫一個啊，比如說6666，回車，然後讓你設置 HTTP 的端口，再設置一個，比如說7777，然後回車，然後提示安裝完畢，然後我們退出一下，我們輸入 EXIT， 回車，好，然後再次進入。退出一下，再次進入啊，直到它會出現 MYSCREN 後台運行程序，這樣的話說明已經開啟了類似內網穿透的功能啊，你所有的設備都可以上啊，只要啊在這個 WiFi 網絡裡面的任何設備都可以使用 Google VPN。Google VPN 是連接上的，連接到了 WiFi 網絡啊。那直接就用我這台演示的電腦吧，打開電腦上的 Victory-N， 創建2個節點啊 ，SOCKS 節點，然後別名隨便取一個啊，然後這個端口之前我設置的6666，最關鍵的就是這個地址啊，這個地址內網的地址啊，那內網的地址怎麼查？我們回到 TER-MUX， 我們可以輸入一個命令 ifconfig。回車，然後你找到 WiFi 網絡內網 IP 啊，就是 WLAN 開頭的，一般情況下都是最後一個。內網的地址是 10.0.0.212啊，有些情況下你的 WiFi 路由器啊，可能是 192.168 開頭的，這個你要注意啊。然後我們這裡輸入 10.0.0.212 啊 10.0.0.212 OK 啊，保存，然後我們再拼一下啊。OK 啊，再建一個 HTTP 吧，別名隨便取一個，同樣的地址是 10.0.0.212 是7777，點擊確定。啊，同樣測試一下正鏈接，它應該也是通的。
那這個是電腦啊，如果你是其他設備，蘋果手機啊，可以在小火箭上設置一個 SOCKS 或者是 HTTP 啊，類似這樣的節點啊，也都可以啊。比如說你家裡有台電視啊，你可以用客戶端，也可以用電視的 WiFi 設置，把這個 HTTP 或者 SOCKS 節點填進去，你都可以試。好，那現在我們隨便試一個節點吧，設為活動服務器，開啟代理。大家可以看一下 VTORIN 右下角啊，延遲。IP 已經都有了。好，那我们看一下 IP 點傻逼啊，跟手機上啊這個地址是一模一樣的。那谷歌也可以上啊，那油管也可以上啊，都可以上。OK 啊，那这个就是 Google VPN 家庭的局域網，可以一鍵通殺所有設備，最簡單的一個演示啊。那當然，你也可以看我之前教程啊，可以用你的手機的 WiFi 熱點，也可以傳給你的同伴啊，讓同伴也可以享受 Google VPN 啊，或者是啊，我還沒嘗試過，比如說你到了一家醫院啊，到了一個餐廳，到了一個酒店啊，或者是到了一個商場，你連接他們的公共 WiFi， 然後你把這個給打開啊，那這個商場、這個醫院、這個酒店啊，所有的人只要連接你這個SOCKS 或者是 HTTP 節點啊，他們都能享受 Google VPN 有些小夥伴可能非常關注它這個落地的地點啊，落地地點之前的視頻教程也說了啊，根據你的前置代理的節點都可以切換國家，當然這些國家的話是符合 Google VPN 的要求的這些國家，因為我之前也試過啊，我很多國家我都登過啊。OK， 那今天的這期 Google VPN 的視頻教程就說到這兒，我們下期節目再見，拜拜。